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孙浩。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2025年，为什么你必须关注黄金？有些朋友说，你这个不是废话吗？这不就是一个炒作吗？其实并不是我一家之言了，而是一份世界黄金协会刚刚发布的专业报告 Why Gold in 2025。我们会带你逐图讲解，揭示黄金在当前这个充满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下，为什么可能成为投资组合中最亮眼的一颗星。报告一开始就提到2025年开年的时候，美国的经济增长预期是非常强的，大家都相信美国例外论会继续奏效。但看到图表一，虽然实际 GDP 增速确实超过了预期，但市场的表现却没有跟上这种乐观。这一点从图表2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美国个人投资者情绪调查显示，从1月到4月，看空股市的人从不足 40% 飙升超过 60%， 这反映出市场情绪比经济数据更加脆弱。来到图表3，从今年初到4月15日，黄金的表现远超美股、美元指数、美国国债，甚至比比特币也来得更好。这说明在贸易战持续、市场波动加剧的背景下，黄金再次成为资金的避风港。图表4展示了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的下滑和通胀预期的上升，这是典型的滞胀信号。滞胀意味着经济不增长，但物价在上涨，对股市来说这是毁灭性的。接下来这张图就必须重点来说一说了。图表5把1973年以来不同宏观周期下主要资产的年化回报列了出来。在滞胀期间，黄金是所有资产中表现最好的，而美股最差。这说明，如果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新的滞胀周期，黄金自然更有优势。再看图表6，历史上美股最差的10个季度里面，黄金在其中8个季度收入是正收益，起到了实打实的避险的作用。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2008年金融危机、2020年疫情爆发的第一个季度，黄金都扮演了救火队长的角色。很多人会说美股已经跌了不少了呀，但看到表格1就给出了我们非常冷静的数据。无论是市盈率、调整后的市盈率、股价对账面价值比，还是现金流比，美股的估值都比历史平均要来得更高。这说明市场还没有真正消化风险。接下来看的是图表7，这张图展示了联邦基金利率市场预期与实际政策之间的差异。很多时候市场都低估了美联储的鹰派程度，也就是说大家总以为要降息，但实际上可能还要加息。而更麻烦的是图表8，美国政府的利息支出与10年期国债的期限溢价。简单来说，债务成本上升，而投资者却越来越不愿意持有长期美债，这可能导致债市风险上升。图表9的意义非常重大，传统的60-40投资组合，也就是 60% 的股票加上 40% 的债券，过去被认为是防守性的，但现在它对市场波动的敏感度反而比过去5年任何时候都要来得高，说明这个组合越来越不稳了。最后一张图，图表10，是这份报告最具说服力的图表之一。它展示美股大跌的时候，国债和黄金的表现。从1999年到现在，每当美股下跌，黄金的平均反弹幅度往往比国债更强。而现在债市波动那么大，这种保护力更是凸显黄金的重要性。综上所述，我们正在进入到一个高通胀、高波动、高政策不确定性的市场。
无论你是专业的投资人，还是刚刚开始接触投资的新手，黄金都值得你认真去考虑。如果你喜欢这类权威报告的图表解读，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打开提醒小铃铛，以后有新的视频出来了，你就不会错过了。同样，如果大家想知道为什么大部分的白银都从地球表面消失之谜感到兴趣，现在屏幕右方的这个视频值得你去看一下。我们下期再见。